第13集，这一组词，我命名为态度组。这一组词大多是用来指责女性的态度高傲，不符合父权的标准，或是男性的期待。其实探究它们出现的原因，也可以归类在金钱组。许多性别问题大都是利益谈不拢，只是那一组词爆炸多，所以我依照词表面的意思，再去做细部的分类，把价钱谈不拢，但是教徒主要针对女性态度来检讨的词，归类在态度组。这些词通常是认为女性在恋爱或是结婚谈条件的时候，态度高傲，或是太过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不符合父权对传统女性的期待。另外也有一些或许跟金钱没有关系，纯粹就是羡不得别人开心。第一个叫公主病，它热门程度直逼母猪，因为它没有母猪那么难听，所以没有被抵制，到现在还是网络上很常见的流行用语。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有公主负面特质的女性。现在它也有定义无限扩张的问题，因为何谓公主的负面特质，每个人定义或许多少也有些不同。大体来说，跟巨婴或妈宝应该是重叠的，像是自我中心，不体贴别人。但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络上对公主病的特征真的包罗万象，只要人品不好，几乎都能说是公主病。甚至交往，只要男方对女方比较好，即使男方愿意，女方也是公主病。或是女生过得很爽，很会享受，也叫公主病。我看过的举一反三，还有喜欢看迪士尼公主系列动画，喜欢喝下午茶，喜欢粉红色或是芭比，或是喜欢洛丽塔服装，看起来跟公主有任何一点沾边的兴趣，都会有人评论这个女生应该有公主病。甚至只是长得好看，也会有人猜测她长得好看，所以一定很受男生欢迎，所以一定有公主病。如果是这一点，通常是女生造的谣。因此，这个用语也是女性用来霸凌同性常用的理由之一。女性自己很喜欢使用这个词，也是她没有被抵制的一个重大原因。用法上跟台女或是母猪一样，地图炮，炮到爽。不过它比起上面两个有稍微限缩一点范围，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不是被定义出来的，所以也许有少数的例外，那就是被骂的女性通常要过得好，或是希望过得好。举例来说，母猪教徒一般觉得单亲妈妈很悲惨，所以比较不会用公主病来形容她们。但是如果单亲妈妈想要拿男人的钱用在她自己身上，而不是小孩身上，可能就会被说公主病。衍生出来的用法还有很公主、小公主，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跟乞丐命、皇帝嘴差不多，出生不好却妄想嫁豪门的意思，长得不像公主却有公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地图炮，但很难预测什么样的行为会被骂公主病，因为每个母猪教徒觉得奢侈的标准不太一样。如果是男性对女性使用这个词，潜台词一般是你的要求太高了，但你不配，你应该对我付出更多，是一种打压对方价值、控制对方的手法。认为女性对男性应该态度卑微，不能提太多要求或想法。台女或母猪虽然也是批评该女性的行为不合格，但相对来说比较不带有这么明确的行为暗示。第二个叫伦家四女孙为，是用台湾国语腔说人家是女生爷，这句话可以只将内容部分替换成其他谐音字，不一定要全部换成台湾国语。其他还有 A 等于 A 耶爷，家等于家，这是丑女乡民模仿女人无理取闹的口气，用来讽刺台女遇事逃避责任，试图占男性便宜的用语。出自一张仿国小课本的梗图，原文是第一课人家是女生爷，你要让人家啦，你要养人家啦，你要帮人家啦，你要给人家啦。这个我不会啦，人家是女生爷。这个你帮我啦，人家是女生爷。你请人家啦，人家是女生爷。人家是女生爷，人家是女生爷。妈的女人就是贱。常见于各大平台，像 PTT、Card、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之类。因为它原文
内行人都知道。所以你只要说人家是女生爷，其他人就知道你想说什么，绝对没有被告风险。现在这个时代，男性对女权上升最大的不满，就是认为女人占了他们便宜，认为女性有了女权，不应该再要求男性对他们特别照顾，例如帮忙提重物、请吃饭之类的。因此，大多流行语都是奔着利益来的。第三个叫普信女。网络上本来就存在普女、普妹、龙妹、正妹这样的外貌等级分类。普妹、普女就是指择偶市场条件普通的女子，而普信女字面上是指普通但很有自信的女人，内涵是指爱开高条件的普通人。女版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普信女其实是普信男的镜像攻击，俗称反串。普信男这个词来自大陆脱口秀演员杨笠在2020年的演出，调侃某些男人明明很普通却很有自信。中国网络虽出现了普信男这个词，杨笠那场演出吐槽的普信男是对女性朋友谈心需求不理解，对对方提出实际建议和说教的男人，跟考很烂或很丑却对自己很满意的男人。原先只是很有自信的意思，后来不知为何在网络上演变成自己条件不好却对异性条件很挑剔的贬义词。普信男出现后不确定多久，出现了普信女，常被男女网友拿来互相攻击，但原意和恋爱其实并无关联。现在有一点，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的意味，或是女人开条件就可以说她太普信，可以说这是一个先被拿来仇男，后被拿来仇女的词汇，也是对岸的外来语。因为它字面上没有强烈的侮辱意味，所以被频繁使用在男女相关的议题上，通常用来指责女性恋爱时对男方要求过多，要女方降低标准。普信女相较于普信男，除了过度自恋之外，多出一层女人不守妇德、不够卑微、意见太多的含义。第四个叫做棉花糖。这个词很奇妙，它在仇女者那边跟在一般人那边有两个不同的定义。换言之，它并不是仇女者发明的，但是被仇女者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般的用法中，棉花糖女孩是指体态丰腴的女性，只要是标准尺码以上，从微胖到非常胖都可以使用。取名棉花糖的原因是有肉的女孩子抱起来手感柔软舒适，就像棉花糖一样。棉花糖女孩是日本传过来的流行用语，日文叫マシュマロ女子，在日本常被使用在以女性客户为主的产业，例如服饰或美妆产业。棉花糖女孩遭仇女者吐槽，并不是母猪教开始兴盛时就发生的事，可能是随着这个词在社交软体被女性广泛使用，才引起了仇女者的注意。他们认为此词不应该用在不美的女人身上。不过何谓美是由他们定义，这个词含义在仇女者中曾多次变化。一开始比较常见的定义是，身体曲线明显、脸蛋好看的胖女人才能称为棉花糖。如果只是胖，但是没有女性特征和颜值就不行。后期出现另一种声音，自称棉花糖的都是又肥又丑还不运动，整天活在幻想里的玻璃心废物女人，约等于龙妹、死肥婆、台女的组合物。图1到图2是他们大致承认的范围，肥胖程度超过图2就不能称为棉花糖。图3是网友列出身材好的微胖和纯粹胖有什么区别。本来我对于要不要收录这个词汇十分犹豫，虽然仇女者很喜欢使用这个词，但他们倒是不常用它来骂人，因为他们想羞辱的对象无法引起他们性欲的胖女人。实际上有更多难听的词可以形容。当他们在发文中提到棉花糖一词，通常有2种目的。第一，抢夺棉花糖女孩的定义权。这种发言根据仇女者给棉花糖的定义分成2种，指责某女性不够格使用棉花糖的称呼，或是抨击使用棉花糖称谓的都是不要脸的肥婆。第二，抗议男女不公，女权太高。他们抗议的点是，胖女人有好听的称呼，例如棉花糖之后，又出现泡芙女孩、厚片女孩等以甜点命名的称呼方式，胖男人却是叫死肥宅。
第5个叫金鲍鱼，这个词是18禁的，不过丑女者发明的词很长18禁。前面介绍过，鲍鱼是女性生殖器，镶金是形容物品价值连城，但台湾中文的用法通常是拿来讽刺东西太贵。例如你要买脚踏车，但你觉得贵，你就可以呛老板，你的车是镶金哦，卖这么贵。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女人条件本身没很好，但是她提的伴侣条件太高了，或是她太难搞定了。它比较少出现在 PTT 以外的论坛，我也只看过1、2次。母猪教徒责怪女人择偶条件太高，通常是用眼高手低、公主病、普信女之类的称呼。我收录这个跟下一个拥抱自重，纯粹是个人偏好，有创意又富国学涵养的词汇。第6个叫拥抱自重，这也是18禁，这是成语拥兵自重的改编。拥兵自重是形容掌握军权的人拥有不服身份的权利，不服从上级或中央政府的指挥，可能是大将、封建领主和军阀。拥抱自重是女人仗着男人稀罕她的生殖器价值，和男人提交换条件，不肯乖乖就范，和男人上床或是生儿育女。原词拥兵自重有不服从上级、忤逆正统的意味，用在男女关系里，是暗示男性理应拥有命令女性的权利。若女性用性爱、生育当作筹码，是有违父权中男尊女卑的正统的。当女性拒绝男性使用她的身体时，可以使用这个。这也是一个少见词，只在 PTT 之类中年教徒比较多的地方出没。